是卡卡，然后27岁，现在跟贝拉在一起快要1年了。我是贝拉，今年23岁，跟卡卡在一起快1年了。我刚刚坐在那边就一直觉得很紧张，像要看牙医的那种。我现在还蛮平常心的，就我觉得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哭啦，但就是平常心。我觉得我应该会哭比较惨，不知道会不会很矫情，还是会也不是矫情，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很，因为我知道等一下可能会看着贝拉，然后可能会很不好意思，然后可能会不小心哭，因为我们在家很常就是讲类似的话题，讲一讲就会哭。平常在拍影片的时候，就是话会比较少一点，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次的机会，可以让自己的心里话多讲出来一点。紧张吗？紧张还好，我不会，我会。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我脸很圆？可爱。要弄。跟平常看到的一样。你眼睛一个大一个小。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还蛮好笑的，就我们可能在直播上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酒吧，然后他都完全不敢抬头看我，他就是从头到尾头发是这样斜的，然后我只看到一坨黑黑的东西。然后在酒吧的时候，就是我还穿一个深 V， 然后他还很不好意思，可是他一直偷看。然后但你知道，就是在酒吧喝酒，我们就开始有一点小火花，因为我们大概是认识2个多礼拜，快3个礼拜，然后一直聊天，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所以就那次见面有点像是快要受不了才见面的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有一种天雷勾动地火的感觉。第一次见面是去年8月21号的时候，我们约在酒吧见面，但因为我先到，然后我就在便利商店的门口等他，然后就被他偷拍，后来我就转头看，然后发现这女生也太高了吧，蛮漂亮的这样子，就是之前都没见过，然后只有讲过电话，所以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们是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然后可是他本人跟交友软体上照片长得不一样，但是是好的，就是本人就是更有气质，然后因为照片看起来比较像小屁孩，感觉很像爱玩的小公主，结果本人是完全相反的，就让我觉得更加分。漂亮。聊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可是就是有点天马行空。虽然说他是巨蟹座，可是他讲话像水瓶座这样子。你是要哭了？我不知道什么在想哭哎。不知道，看着他眼睛就突然觉得想哭。好像刚一起经历过很多事吧，然后就是大部分是蛮开心的，然后觉得很珍贵吧。但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抱歉，就是因为每天在家就是一脸很废的样子，然后就是老夫老妻模式，一定会有就是让他失望的时候。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以前交往对象都不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很被照顾更很被呵护的，然后通常是我做这件事情，可是他就是明明年纪比我小很多，可是他却在我很低潮或者在我很就是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太负面的时候，然后他就会很温柔的陪我啊，然后就还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想办法安慰我，但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就一起哭，但是我就知道他的心意很浓这样子。会觉得跟他在一起非常安心，然后幸福，就是会有一种好像认识很久了，可是明明就才刚见面，可是好像认识很久，然后非常合得来这样子，有一种家庭的感觉。最大的冲突，我觉得应该是从做 YouTuber 开始的时候，就是他比较会规划事情，然后我比较算是那种顺其自然的，所以他会对于未来有很多担心的事情，我就会
比较有点像活在当下这样子，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我很懒惰，觉得为什么我都不帮他规划事情这样子。我们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吵过蛮多次架的，最后也都没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我也会说，就是让自己督促我自己一点，去多做一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下手。其实我觉得我们冲突都没有很大，我觉得可能就只是生活步调的那个速度在调的时候，可能多少会有一点不开心。就可能像我以前会一直想着工作，然后跟他讲什么事情都在讲工作。出去玩然后也是我说要拍影片，然后为了影片好看要拍什么，所以他就会觉得看到我就在工作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对他很抱歉。谢谢你，就是一直在帮忙我规划我们的频道还有我们的未来。我也很就是对不起你，觉得有时候压力就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在承担。我也想不到什么可能比较快的解决方法，但就是我会常常督促自己，让自己个性不要那么的被动，我会多主动一点。其实我已经算跟他讲过了，我很常就是睡前啊，或者可能白天的空档，就会很常就是抱在一起，然后就会好好的聊天，然后说对方的心情啊，然后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就是对不起，让你有这种感觉。然后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会常常觉得很抱歉，但有时候觉得抱歉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处理自己内心的一些压力或什么的，所以可能就在跟他说抱歉，可是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好，然后就还是只能跟他说抱歉，然后就只能就继续去努力这样子。我在认识他的时候，是我自己处在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就是有点忧郁症的那种倾向。其实有好几次都是想结束自己的人生这样子。那时候也是带着一个可能也不会怎么样的心情去认识他，在一起之后，他会慢慢的把我从很悲伤的情绪拉出来。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生命中很没有办法不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遇到他的话，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吧。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面，我爱你。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他感情好像不能只用爱来形容，对爱形容已经不够了。就像我们就是很常很有默契，然后我可能脑袋里想着一首歌，然后他就哼出来了，然后这种事情已经太多次了，我们就互相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干嘛，就感觉这已经是不只是现在式、过去式跟未来式，可能都会一直跟他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没有他，我好像也会一瞬间突然没什么意义的感觉，感觉已经是灵魂交融了，扯不开的那一种感觉。我应该就是会默默的在背后支持他吧，他需要什么，然后我会想办法一起帮他做到这件事情。如果他还没出柜这件事情，然后有舆论压力的话，我也不会逼着他出柜，因为我觉得我爱他，然后他爱我，这样子就够了。我觉得一定是一直在他背后当那个可以支持他的力量，一起帮他想办法怎么跟家人沟通。其实我们现在我这边其实还好，但贝拉那边其实还有一些家人的事情没有被解决，然后我们其实也在等待时机，跟想着怎么样去跟可能例如说贝拉的爸爸或者是贝拉的亲戚讲清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定要成为他那个最大的力量才行。我觉得不管你是
异性恋还是同性恋，其实我觉得爱没有什么不一样，一定也会有别人支持你或是不支持你的时候。所以如果你的爱够坚定的话，我觉得爱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两个人都够坚定的话，我觉得一定可以克服那些难关。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种族、什么宗教，我觉得我们已经很幸福了。但是我知道一定有很多地方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敢坦诚这件事情，但是我只能说，如果够爱的话，我觉得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去克服的，即使比较辛苦。好像我觉得谢谢贝拉已经不够了，就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被安排在一起，好像不知道对谁说感谢，感觉说感谢也不够去形容这个幸运的事情，我只能把这个感谢又不知道对谁说，然后我觉得就只能把它变成力量，然后可能让我们以后会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借着我们的力量，就是去让更多需要这些力量的人去接受，让他们有力量去爱下去。然后我们把很多的力量给其他人。这是卡片，可爱的老婆。不知不觉我们要在一起1年了，回想起这1年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一起经历就是至少你们要花3年才会经历到的事情，就是这1年都经历到了，然后多亏有你这么会计划，这些事情才可以在1年内都达成。真的好幸运可以遇见你，世界这么大，却让我能够找到你是多大的福气。我们在一起的第1年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让你更爱我，也更爱我们。谢谢你不介意我这个小你4岁的妹妹常常偷懒，然后也愿意拉着我一直往前走。从答应在一起的那一天，我就决定要好好保护你一辈子。从此以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一直看电影，我们一直在一起，好吗？换我抹在你脸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他很常做噩梦，然后梦到我不要他之类的，然后他就会哭，然后他就会用一堆眼泪抹在我脸上，帮我抹醒。好恶心哦！但是我像鼻涕超多。还好，蛮平静的，觉得轻松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呢，就是说激动好像也没有很激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哭，然后就是一直哭，可能是太五味杂陈，太多可能，又想哭，太快乐啊，或是就是难过啊，或是什么，就是太交杂在一起了。我觉得比较容易把内心话讲出来，毕竟因为他听不到，比较真实一点。希望自己可以再更主动一点，不要做事情那么被动这样子，多体谅他一点，不要让他压力那么大。我觉得我可能抓太多东西抓太紧了吧，可能我很注重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 focus 在那边，然后忽略了贝拉。我希望我可以自己放松一点，然后让他也觉得我时时刻刻其实都很在乎他。我觉得情侣在一起真的沟通非常重要，我觉得时不时都可以找一段时间，然后去跟自己的另一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沟通。沟通好的话，其实相处起来也不会那么难。这辈子要跟你在一起，然后未来每一个辈子要跟你在一起。我们为什么哭啊？莫名其妙。